上一期中说到，索隆救了小紫和阿护，却身负刀伤。小紫将索隆带到一个破败的房屋中，向索隆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原来她就是光月桃之助的妹妹光月日和。另一边，路飞一直苦苦钻研隔空打牛的技能，居然被看上去很不起眼的落魄小老头冰五郎掌握着。冰五郎一招空掌轻松打断了羊驼精的脖子，震惊全场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路飞数次帮助冰五郎，让冰五郎心生感激，答应路飞将此技能传授于他。我们再来看看许久不见的大妈。天气炎热，机场碌碌，眼瞅着大妈又要饿瘦一圈了。好在这欧巴桑失忆了，否则还不得又搞个40症，把小鱼他们捶一顿。好想快点吃到红豆年糕汤啊！大妈流着口水看向乔巴，乔巴吓得失声尖叫，乖得很。不管乔巴在哪里，总会被人默认成备用食材。冰五郎干掉了羊驼精，累得坐在地上喘粗气，毕竟年龄大了，受不了折腾了。球玉精跑过来进攻，路飞背起老爷子，躲开球玉精的攻击。老爷子指挥路飞掌握霸气的流动，霸气这是海外的说法，和之国管这种力量叫做流英，有流动之意。比武装在身上像铠甲一样的武装色霸气更高一层的霸气，就是将武装色霸气在体内随着意念流动，让身体各个部位用不上的霸气都流动到拳头上，降低肉体的力道，用霸气攻击敌人，而不是用力量攻击敌人。路飞一拳头将球玉精打出擂台，虽然他很想理解这种力量，但是一时半会儿太难掌握了。但路飞依然斗志激昂，反正兔井中有那么多守卫呢，拿他们来练手，总能学会将这种流动的霸气自由运用。奎因终于吃饱了小豆汤，点燃一支烟，悠闲地看着擂台生死战。不过剧情和自己想的有点不一样，这个草帽路飞不仅一点没累，好像还越战越精神。没办法，奎因只好加倍地派出手下围攻路飞和冰五郎。路飞背着冰五郎冲进人群，疯狂出拳。可是不管他怎么努力，打出去的还是实打实的拳头，所谓的流动的霸气根本感知不到。路飞越是这样，心里就越急躁，越是急躁，他的气息越混乱，情绪变得极不稳定。冰五郎在一边提醒道，流英可不是靠愤怒打出来的拳头啊！路飞从白天打到黑夜，陪练们绝大多数都被打得住了院，剩下小部分下班回家，约路飞明天再战。路飞一点都没感觉累，没有摸索到流英的运用之前，他的拳头就停不下来，意犹未尽地嚷嚷着多打几场。不过兔井里大家都散了，没人再回应他。冰五郎走过来，问了路飞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：为什么要和凯多战斗？路飞左右看了看，用霸王色霸气将守卫们震晕过去。现在路飞也知道机密的事情不可外传了，再不是以前大大咧咧的王路飞了。确定旁边没有别人偷听之后，路飞向老爷子缓缓道来。在这个世界上有4位大海贼，被称为是海上的皇帝，简称4皇，凯多就是其中一个。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人，所以必须将他们全部打败。老爷子一愣，他没听过4皇，但他可听过海贼王罗杰。罗杰曾经来到过和之国，那些和之国有头有脸的大人物都知道。路飞点点头，我听警卫门说过。老爷子更惊讶了，你怎么认识警卫门？二人正要继续深入探讨，突然从冰五郎的身后涌出一大堆泥巴。看到泥巴不用问，肯定就是卡里布搞的事情。不过让人感觉疑惑又空白的是，卡里布的身体上还镶嵌了一张大脸，那个巨大无比的脸就是去搞海漏石钥匙的雷藏。路飞认识雷藏，冰五郎当然也认识雷藏。看到雷藏的一刻，冰五郎整个人都要翻过去了。你怎么还活着？雷藏严肃地回应道，我来一一为你说明，冰五郎阁下。此处省略1万字的说明。总之冰五郎听后十分震惊，他依然很难相信雷藏他们就是从20年前穿越过去的。雷藏点点头，这正是10大人的妖术。路飞对卡里布一脸嫌弃，卡里布却死皮赖脸地缠着路飞不放，祈求路飞带他装逼，带他飞，带他直接上王者。雷藏走过来替卡里布说话，这个人虽然看上去不像是好人，不过他的能力很有趣，以后必然会派上大用场。卡里布也极力地请求路飞原谅自己，他告诉路飞，我现在已经洗心革面了，求收留。路飞爽快地回应，既然已经洗心革面了，那就没问题了。卡里布惊出猪叫，这么爽快就答应了，难道不是什么陷阱吗？感觉好可怕。冰五郎仔细消化着雷藏所说的话，最终选择了相信。如果能在讨伐凯多的决战中尽上力，自己必然全力以赴。冰五郎请求雷藏和路飞让自己也加入到反叛军中。雷藏很高兴，以冰五郎的名望和实力，不仅仅让反抗军多了一份战斗力，日后招兵买马的事情也解决了。冰五郎告诉雷藏，既然都是招兵买马，不如先从兔井内的监狱里开始。这个兔井的采石场里大约有上万名犯人，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违背了法律，
这里绝大多数人的罪名是对大蛇有反叛行为。换句话说，兔井中聚集着全国的愤怒，只差一根引燃他们的导火线。曾经掌握和之国黑道的各个帮派的老大也在这里。冰五郎表示，只要自己出面，他们肯定会愿意帮助光野家族的。路飞高兴地喊道：“既然要干架，那就先吃饭吧，上饭！”路飞新手小弟卡利布从身体里拿出一个巨大的桶，里面盛着著名的红豆年糕汤。路飞和冰五郎大吃大喝起来，而正往这边赶的大妈还得因为吃不到红豆年糕汤而一脸的颓废。第二天一早，吃饱喝足的路飞和冰五郎就来到了奎因的门前叫号，嚷嚷着继续来战。奎因刚刚从凯多那里得知花之国的花魁小紫死了，消息来源准确。号称小紫小迷弟的奎因尖着嗓子仰头痛哭，根本没有心情搭理路飞和冰五郎。属下们看到被吃得干干净净的红豆汤水汤，慌得直打哆嗦。小紫的死对奎因来说已经算是致命打击了，如果再让奎因知道他最喜欢的红豆年糕汤被喝光了，不知道他会发什么疯。躲在暗处的雷藏和卡里布一额头的汗，本来以为路飞偷偷吃一点就完了，谁能想到他居然全吃了，那还不引起怀疑和骚动？这个没头没脑的小子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奎因擦了擦眼泪，大叫着让挑衅的路飞滚一边去。接着他喊来手下，准备好了光化影像电话虫。通过连接电话虫，奎因看到了花之都的景象，他想亲眼确认一下小紫是不是真的死了。惠比寿村，老康这个乐观又爱于助人的老头，拿着暗号传单直划警卫门，细心又胆大，真是深思熟虑啊！多亏了这个传单，大家才知道决战的事情。老康双手挎在胸前，煞有介事地谈起了决战之事。众人一脸懵逼地看着前仰后合的老康。老康说着说着，突然双膝跪地，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务必要让我们一起战斗。”说完，老康跳起来向外面跑去。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决战之事，必须要向大家都通知到位。众人从头到尾都是一脸懵逼，这个老康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对决战之事如此兴奋？山治和弗兰奇将目光看向小忍和看侍郎，这男的谁呀？听了半天也没听明白你们之间到底是啥关系。小忍与看侍郎对视了一下，同时摇摇头，我们也不认识他。山治懵了，不认识还聊得这么火热。看侍郎抓了抓头发，能称呼他们这些人为君或者将，很有可能是过去的某个大人物，不过实在是想不起来了，直接问的话还显得有些失礼。罗宾提醒道，会不会是什么幼师玩伴或者是老师前辈之类？看侍郎和小忍又对视一眼，还是疯狂摇头，根本想不起来认识过这号人物。老康奔走在惠比寿村各个人家，一边哈哈大笑，一边将一小袋一小袋的粮食分到各个居民的手里。娜美欣慰地笑了笑，看来生意还是挺景气的，都有余粮发给别人。负责注视的 NPC 老婆婆站出来解释道，哪有什么工钱呀，在这里劳动都没有钱赚。老康有一个女儿名叫护子，被卖到花之都去工作，赚来的工钱大部分都给了老康，邮寄回来的粮食也会被老康分出去，救济给那些无法工作的人。护子这个名字听着耳熟，乌索普沉思一下，恍然大悟，就是那个鲁班7号阿护吧？老婆婆充满感激地说道。老康自己都舍不得吃那些食物，却拿出来分给大家。虽然脸和身材都变了样，但是那个人一直被大家爱戴着。老康离开惠比寿村没多久，就被大蛇的属下抓住。他告诉大蛇的属下，自己就是那个大闹花之都的丑三小子。大蛇的属下当然不信，对着他一顿棍刑。忍者犯罪的队长锥子头看老康眼熟，当老康头巾脱落的时候，锥子头终于认出了老康。这个家伙可不是什么疯疯癫癫的一个街边老头，而是曾经和之国的一位大人物。他的存在让黑炭大蛇都瑟瑟发抖，就算是看到凯多，大蛇都没有这么害怕过。这位老康到底是什么背景？暂时卖个关子，因为动画还没有揭开谜底。本来大蛇还沉浸在失去小紫的痛苦之中，无法自拔。听到锥子头报告说抓到了丑三小子，并知晓了丑三小子的真实身份，大蛇双手臂抱住自己，颤抖不止。大人，如何处置丑三小子？这还用问？处刑，当众处刑，杀鸡儆猴，并且用影像电话虫全国直播。狂死狼插入谈话，告诉大蛇将军，光化影像电话虫已经准备好了，正巧今天会举行小紫的葬礼，现场群众密集，恐怕要引起骚乱。大蛇沉思一下，命令锥子头将老康杀了，给小紫做陪葬。真是讽刺啊！都城的两大明星级人物同时去世。狂死狼狠狠攥紧拳头，脸色即刻沉下脸，但依然保持微笑。真不愧是大蛇将军，这确实是个好主意。大蛇很得意，他命令准备好马车，即刻启程前往刑场，亲眼见证老康被处死。天意集中说道，警卫们交代带去寻找赤小九侠中最强的3位武士，其中的阿修罗童子就是投篮盗贼团的首领九天丸。警卫们等人有意拉阿修罗童子入伙，但是被无情拒绝。后来警卫们想到了一个把人逼上梁山的缺德办法，
为了激起阿修罗童子和凯多海贼团的仇恨，挑起双方战争，警卫们派出加洛特、旺达等人偷空了伯格镇的粮食库和武器库，并留下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头山9天丸到此一游。霍尔德姆亲率大批手下冲进了阿修罗童子所在的头山上，又杀人又放火，这下子可把阿修罗童子激怒了，放火烧山，牢底坐穿，你小子看来是不想混了。霍尔德姆暴喝一声：“阿修罗童子，拿命来！”阿修罗童子冷笑一声：“汉德杰克都奈何不了我，你又是哪根葱？”霍尔德姆很生气，顺便把被路飞揍了自己一顿的事情也怪到了阿修罗童子的身上。我烧了这个头山！大火很快将整个头山都笼罩其中，阿修罗童子赶紧拉着小弟们逃命。霍尔德姆的手下们要去追，被霍尔德姆叫住。现在阿修罗童子无家可归了，头山盗贼团已经玩完了，根本不用去管他们。旺达和加洛特躲在角落里一顿尖叫不止。不过现在应该通知给犬蓝公爵，请犬蓝公爵想想办法。犬蓝公爵和警卫们得知事情的经过后，都觉得把从前的同事逼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太过分了。不过这也没办法，阿修罗童子这个战斗力他们必须要得到。9里0后，布鲁克跑来找索隆，却看到让人极为疯狂的画面，小紫正趴在索隆的身上呼呼大睡。布鲁克尖叫一声，惊醒了索隆和小紫，双方各自自我介绍一下，化解了陌生和尴尬。小紫红着脸说道：“我自己实在太冷了，对不起。不过别人都很期待我陪睡，您开心吗？”索隆一头雾水：“开心个蛋啊！”布鲁克本想与娜美等人一起去泡澡，结果在花之都的时候与他们走丢。现在的花之都一片大乱，今天是和之国第一美女小紫的葬礼，那个偷钱送给穷人的大盗丑三小子被抓了，也要面临死刑。小紫一愣：“丑三小子被抓了？这怎么可能？”布鲁克掏出一张号外给小紫，上面登着丑三小子被抓的消息以及丑三小子的真实面目。大家得知丑三小子就是老康之后，鲁班小女孩阿护的笑容凝在脸上，她哭着跑出房子去找老康去了。这个家伙居然是老康的女儿。